历史上真实存在的5个人，却被我们误以为是小说虚构出来的。第一位就是宋江，北宋时期真实的宋江，他旗下有36位猛将。不过北宋当时的实力还在，宋江的队伍吃了不少的败仗，先是败给了梁元，后来又被西南剿匪回来的方腊给平定了，下场可想而知。我们再说第2位和第3位都是真实存在的小说角色，就是王重阳和他的师弟周伯通。我们只要看过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和《神雕侠侣》的人，对这2位都应该很熟悉。他不仅武功高强，还创立终南山全真教，而这全真教也是真实存在的。王重阳也确实有这号人物，而且全真妻子也确实是他的弟子。第4个人物是尹志平。如果你要看过新旧2个版本的《神雕侠侣》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个人物的名字变了，那就是全真教临时的掌教尹志平变成了甄志炳。很多人他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，其实改名字就是为了避讳这样一个真实人物的存在。第5个济公，我们一般都不会相信有这么接地气的佛，但是真实的历史上的济公和小说中的济公形象是非常贴近的。其实历史上还有很多虚构的人物，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，甚至包括孙悟空，他的原型叫石盘陀。还有比如我们说张飞，我们都以为他是电视剧中的形象，其实真实的历史他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一个文人。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的脑海中的历史都是来自于电视剧，对真实的历史是毫不知情。中华文化1000问这套书可以说贯穿了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文化和历史常识，有一部分都是初高中的文学和历史的知识点，其次还能满足对各种人文文化历史常识的探索，所以极力推荐给大家这套书。那个时期我们就真的很先进，比如墨家人他们当时就提出过力动尺的概念，还做出世界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，当时就证明了光的直线传播，还把物体最小的单位不可分割的叫做端，把时间最小的单位叫做时。这一系列的科学和宇宙观的提出这可都比西方科学要领先了1000多年。而我说的这些还真的只是九牛一毛，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去看墨经。而我们说起道家呢，它一直都很神秘，但是我们总感觉老子弘扬的是不争无为和仁义道德。直到1971年马王堆汉墓的出土，我们才了解道家的真相。因为马王堆汉墓呢，它就是代侯立苍的家族墓，立苍是一位道家宗师，立姓在那个年代号称是老子的后人。在这座古墓中有道家失传的技术和道家失传的思想。比如立苍的妻子辛追夫人的尸体，他历经了2000多年，刚发现的时候不腐不烂，如同刚睡着了一般，皮肤还有弹性，头发都乌黑亮丽。而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样子是氧化后的结果。而这项技术如果让今天的科技来做，要不就用冷冻，要不呢就是掏空内脏做成木乃伊，要不很难保存2000多年。
辛追夫人还有2件出土的肃杀单衣，每件都不超过50克，折叠都可以放进火柴盒里。当时我们也调动国内最先进的仿射技术来复制，做出来的也有200多克，根本无法复制到一模一样。而除了这些失传的技术之外呢，还有出土的帛书12万字，经过几年的整理编纂成7大本书。在一本呢叫做《五星战》，明确地记载了金木水火土这5颗行星的运转周期和29颗彗星的样子和周期的轨道，和今天我们的数据做对比，居然惊人的相似。而这个又如何解释？我们都知道，就算用现在的科技观察29颗彗星的运行周期，至少它也需要400年的时间，而古人居然做到了。所以道家当时不仅有着和墨家同样的科技力量，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越了当时的墨家。而最为重要的是呢，也是后来影响退步的是出土的帛书版的老子5000言甲乙本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《道德经》。而出土的《道德经》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的《道德经》内容完全不同。我们看的《道德经》是假的，被人篡改了700多处。因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版《道德经》是当时帝王将相家中的书，刘邦、项羽当时看的，所以真伪性我们不用质疑。帛书版《道德经》是德在前，道在后，德是人的修为，道是自然的规律。虽然只是顺序的区别，但是当中的意思却千差万别。德在前更注重的是人的修为，其次是天道；而道在前更注重的是天道的规律，其次是人的修为。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。而要说起这内容上的不同啊，更加的匪夷所思。还记得我们学过曲则全，枉则直这句话吗？而出土的帛书上写着曲则金，枉则定。原来老子的意思啊，从来都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，而是教我们坚定勇敢的面对。而我们的书中还写着与善人，言善信，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于善信。原来这里说的于善信呢，整句话的意思啊，和原来的仁义基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之所以把这句话改成与善人，言善信，是帝王儒生们希望底层百姓遵从儒家思想的仁义，而他们自己啊，从来不守这个规则，这才是最坑害人的东西。权贵族的利益实行愚民愚民的手段而导致的。儒家文化它也始终是一个工具，人性才是最可怕的东西。根据近现代的考古发现，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的加持，才让我们离真实的历史是越来越近，才让所有人都看到了道家最初的文化不仅是先进，也是强悍的。所以啊，这本帛书版《道德经》我就推荐给大家。它不仅印刷很好，每一页还有和传世版做的对比，希望每个人都收藏一本，刷新一下我们的三观和遇到问题的思考方式。家里有孩子的，也要让我们下一代人不要学习任何篡改低能文化。